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郑杰西卡。眼看天气一天比一天冷了，很多同学都想要买冬装，但是不知道买什么好，有点头疼。那么今天小郑就给大家带来一期我自己总结的入冬必买清单，大家可以根据这个清单更加稳准狠的买，花最少的钱获得最好的质感。节目开始之前，照例先说一下，我是小郑杰西卡，横跨3大洲的职场时尚博主。如果喜欢我，记得订阅这个频道，也请大家多多留言、点赞、转发，你的支持是我做这个节目的最大动力。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。首先就是冬天必备的毛衣，第一大类呢就是这样的纯色高领衫，比如我身上的这一件。大家不要小看这样的纯色高领衫，看上去平平无奇，但是它已经成为精英女性的代名词，因为它刻意把身体包裹得严严实实，无形中就拒绝了男性凝视，所以自带权威感。很多女高管、企业家都很爱穿这样的黑色高领衫，比如说转型设计师的贝嫂，她在大秀结束的时候，谢幕就很喜欢穿这样的高领衫。再譬如不到40岁的芬兰总理马林也爱穿，还有著名的美国摄影师 Annie Leibovitz， 还有不知道大家记得吗？硅谷的女骗子，号称女版乔布斯的伊丽莎白·福尔摩斯，她在创业初期的时候，为了塑造自己的职业形象，也会刻意穿上黑色高领衫。那么这里要提醒一句啊，大家尽量不要买那种特别厚的高领毛衣，比如说像我这件。一方面呢，因为它比较大，外面加外套会非常的累，手都抬不起来。另一方面，到了室内就会显得特别的热，热到让你怀疑人生哦。大家可以选那种贴身的、相对轻薄的高领衫，比如说像我身上这种就可以。尽量选择100%纯羊毛或者羊绒的，这样贴身穿也不会扎。那么问题就来了，一些比较丰满或者是大胸的妹子可能会说，穿高领会不会显得胸更加大、更加丰满呢？这时候就要请出 Succession 继承之战里面的富家女 Shiv， 当她决定要进入家族企业，成为一个女老板的时候，就开始选择穿高领衫，无论是黑色啊、驼色还是灰色。同时她一定会加项链，无论是单根项链还是2根项链的叠带，都会形成一个 V 字，这样可以显脸小、显人瘦。那么像小珍自己呢，就有好多件这样的高领衫，比如说我身上这件黑色，绝对是属于百搭不过时，每年冬天都要拿出来穿无数遍。还有就是中性色的驼色，也很推荐大家买这个颜色。还有绿色，墨绿色是一个很复古的颜色。另外这里再提醒一句啊，如果大家觉得脖子不够长的同学呢，也不一定需要买像我这种这么2翻领的高领衫，可以买这种类型的，不是特别的高，相对是比半高领再高一点，但是比完全的高领又要低一些，这种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。怕冷的同学呢，也不用担心，可以在这样的高领衫外面加上西装，西装外面再加大衣，保证不会冷。第二类毛衣就是一件这样的圆领毛衣。圆领毛衣比起高领的好处呢，是可以叠穿，里面可以加一件白色的 T， 这样露出的一圈边可以像反光板一样提亮肤色，所以对亚洲人特别友好。建议大家呢，像我一样，可以买一件这样的浅的米白色，也可以买一件深色。我自己有一件米白色，平时经常穿，今年呢想要入一件深色。第3类呢，就是条纹毛衣。像我这样的很喜欢穿纯色的同学呢，总是穿黑白灰，会觉得有点无聊，所以一件条纹毛衣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，要比纯色更加有活力。穿在深色大衣里面，看上去就是元气满满，也可以把它披在大衣的外面，像一条围巾一样，不仅保暖，而且非常的时髦。接着我们就要说大衣了，我都拎不动哦。长大衣自带精英气质，所以衣橱里面一定要有。那么先给大家看一下我自己的长大衣，我这件是廓形款，之前呢也是跟大家分享过，我是在 Vintage 店里面买的。我这件比较长，大家不一定要买那么长啊，到膝盖左右就可以了。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身高来选择。黑大衣的好处呢是不怕脏，随便什么衣服都可以搭，在冬天是最百搭的首选。第2类呢就是驼色大衣。我以前是不太喜欢驼色，我觉得亚洲人肤色已经很黄了，穿驼色可能更显黄。那么事实证明呢，只要挑选到适合自己的驼色，其实驼色要比黑色更适合亚洲人，里里外外都可以是深深浅浅的大地色系，
会穿上去非常的有质感，而且显得很温柔，就像一杯醇厚的 cappuccino 一样。第三类呢，就是白色大衣，我自己也有一件哦。那么白色大衣的好处呢，就是非常的显贵气，我这件非常长哦。坏处就是很容易脏，也就是因为它很容易脏，所以会显得很贵吧。那么如果有条件的同学，或者已经有黑色、已经有驼色的同学呢，不妨可以买一件白色大衣，一定会有惊喜，穿出来立刻就变白富美。除了长大衣以外呢，其实短大衣也是我在冬天很喜欢的一个选择，因为有些时候呢需要开车啊或者出去玩，长大衣就不太方便，所以这样的短的外套呢是我很喜欢穿的，而且我的这些外套都是廓形款，所以里面再加一件西装也没有问题。我这件比较复古，是人字纹的，还有一件呢也是差不多类型的，黑白千鸟格。那么至于羽绒服呢，我其实是不太穿的，虽然我人在纽约啊，除非下雪或者化雪那几天啊，一般情况下一件高领衫、一件西装再加一件厚大衣绝对已经够了。那么接下来一个品类呢，就是裤装。第一大类就是一条深色的小脚裤，因为冬天的大衣啊或者是外套啊等等都比较大，上半身会显得比较壮一些，所以下半身最好选择收一些的，所以一条小脚裤就非常的合适啊。但是要注意，因为上半身比较大，下半身比较细，这样很容易造成头重脚轻，所以下半身呢尽量选择有一些亮感的鞋子啊，比如说像大嫂一样的一双厚底靴，或者是一双骑士靴都可以。大家还有一点不用担心哦，很多同学可能会说，哎呀，我小腿太粗了，我腿型不直怎么办？没关系哦，你看小郑我自己就是属于两条腿比较壮实、肌肉比较发达的类型哦，我在其他季节都不穿小脚裤，只有在秋冬季节才穿，因为你小腿无论再怎么粗，都不可能比穿了厚大衣的上半身要粗，对不对？只要形成一个平衡，就会显得人很瘦。那么我自己有两条这样的小脚裤，一条呢是黑灰色，有点牛仔裤类型的，非常的实穿，我秋冬天呢经常用它来搭配马丁靴。还有一条是这样的 legging， 穿短大衣的时候都会选它，我经常搭配一双到膝盖的骑士靴。第二种呢就是阔腿裤，女大佬都很爱穿西装搭配阔腿裤，比如说贝嫂，还有前一阵刚刚现身的凯特王妃，这样的一套也被很多人称赞衣品进步了很多。那么冬天选的阔腿裤呢，一定要注意面料要跟夏天有区别，不然走起路来真的特别冷啊，因为双腿里面会灌风啊。那么我会推荐大家买全羊毛，或者至少有比较高的羊毛含量的裤子，比如说像我这一条，大家如果仔细看是能够看到羊毛的绒感的，视觉上会比较温暖，所以穿的时候呢更加会温暖一些啊。第三种类型呢就是一条白裤子啊，大家不要以为白裤子只是夏天的专利啊，其实并不是的。秋冬天无论你是穿一身白，或者是上黑下白，都会显得特别有钱，特别的高级啊。不要选跟夏天一样的面料，不然太冷了。你看我自己的这两条，它都是有斜纹的，颜色呢是偏米白色的，所以不仅颜色柔和，而且这个质感也会给大家一种秋冬天的感觉。这一条呢也是一样的，有一定的肌理感，是稍微短一些的，我搭配黑色皮衣穿，上黑下白，就显得非常的高级。最后一个类型的裤子呢就是牛仔裤啊，因为秋冬天的衣服都比较成熟，甚至显老气，所以呢不如配一条牛仔裤，显得比较有活力。那么如果怕冷的同学呢，可以选择加绒，内里加绒的，这样呢早上起来上身的时候也不会觉得那么痛苦。我自己这一条是7分裤的样子，下面是搭配一个短靴，可以把脚踝包起来，会显得非常的有型。除了裤装以外呢，冬天也可以穿裙子啊。首选呢就是这样的一条针织连衣裙。凯特王妃最近2次出现都是大衣搭配同色系的针织连衣裙。针织连衣裙呢一套就可以走，而且非常知性优雅，不用费心搭配，绝对是懒人必备了。所以小郑自己就有好几件。第二种类型呢就是一条百褶半裙啊。百褶半裙呢比较轻盈，有女人味，也是可以给成熟老气的冬季穿搭
增加一些女人味啊。很多王室成员都非常喜欢在冬天穿一件百褶裙啊。如果担心冷的话呢，可以像凯特王妃那样，下面穿一双长筒的靴子，这样呢裙子跟靴子就可以无缝对接，里面藏一条秋裤也没关系。那么小郑自己这一条绿色呢，穿了很多年啊，每年冬天都会拿出来宠幸好几次。今天关于入冬必买清单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内容。关于鞋子啊，或者是配饰啊等等，实在是内容太多了，我们有机会下次再说。如果想看的话，也请大家多多留言给我。那么节目的最后呢，照例还是要不厌其烦的宣传一下自己啊。我是小郑杰西卡，横跨3大洲的职场时尚博主。如果喜欢我呢，也记得订阅这个频道，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点赞、留言、转发。你的支持是我做这个节目的最大动力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喽，拜拜。